警告！警告！高等文明已封锁蓝星全部原生资源，蛮荒求生游戏全球同步开启。想要长期生存，我必须先摸清周围的地理气候。可万一周围什么都没有，岂不是白白浪费了这次情报机会？我选 B。 环境，各国可派遣开拓者进入蛮荒世界，开拓者获取的物资将按倍率同步返还至所属国家。全世界都在嘲笑大夏国气数已尽，打赌我活不过3天。可他们不知道，我觉醒了每日情报系统，它能精准定位资源，还能提前预警危机。就算把我扔在蛮荒2年半，我也能过得像度假一样滋润。以为宿主家在周边100公里3D 全息地形图，预警71小时后，宿主所在区域将迎来特大雪灾，当前临时庇护所无法抵御。雪灾，唯一可抵御雪灾的生机区域位于宿主东北方活水湖，冰层竟然只有20厘米，还是活水。有活水就代表有鱼，有长期的食物来源，先去看看再说。不到20分钟，就到了情报指示的位置。这里是一望无际的雪原，可我知道。 脚下20厘米就是生机，这小子在干嘛？这种天气离开庇护所，出去就是送死啊！坏了，我家暖气停了，社区说资源不足，开拓者们能不能给点力啊？别吵了，我去倒数几名的直播间看过了，他们都在环境恶劣的地方，现在肯定比我们更难受。不能停，一旦停下，汗水结冰就会失温，那才是真的完了。我去！ 真的通了，还好我退得快，要不然就掉进去了。这小子他妈是人肉钻井机吧？冻土的湖不就是一潭死水，还能有鱼不成？行了，别拿你那点浅薄的知识揣测蛮荒世界。你不知道有人在岩浆里抓到了小龙虾吗？凿开了又怎样？他拿什么抓鱼？不急，等时机。成了。警告：宿主饱食度已降至5点，濒临临界值。不行，我现在必须补充能量。 刚才的长途跋涉加上暴力破冰，身体已经到极限了。这种战略级的银杏物资竟然自己吃了，简直是暴殄天物！难道不应该上传给国家吗？哪来的人乱说话？张宇凭本事找到的，凭什么不能吃？就是不吃饱怎么干活？滚回樱花国直播间去，这里不欢迎你。宿主饱食度已恢复至48点，趁热打铁，再捞几条，帮这些鱼儿远离冰冷黑暗的湖水。又一条，第3条。 到手竟然是冰钓，这小子竟然拿铲子钓到2条鱼，疯了吧？能进入蛮荒的开拓者，哪个不是神射手加钓鱼达人？但像张宇这么捞鱼的，我真是头一回见。怎么回事？是动静太大把鱼吓跑了，还是氧气饱和了？不能就这么放弃，给我留下！恭喜宿主获得一阶冰银助鱼，食用后可大幅增强人体抗寒能力。不枉我在这儿冻了这么久。 值了！我去，刚才吓死我了！这可是号称人类生命禁区的永动台原啊！山本一郎，人呢？怎么不叨叨了？呵呵，侥幸而已，有本事让他再抓一个。又一条冰银茱萸，到手，差不多了，先打道回府。好家伙，冻死我了！终于缓过来一点了，只要把温度维持在0度以上，不冻死就行，这样还能再坚持7、8天。不愧是蛮荒的鱼，竟然在陆地上也能活。不过这也证明这鱼的活性极强，蕴含的能量绝对不低。别浪费了。 这热流直接把我体内残留的寒意全驱散了。宿主饱食度大幅提升，抗寒能力已同步大幅增强。不愧是稀有资源，随便烤烤都是银杏级食物，才吃几口就有这种效果。这条先上传给国家，给老爸、老妈和老妹尝尝鲜。确认上传今日物资。大夏国开拓者张宇上传一阶冰银茱萸1条，该物资为首次上传的全新物种，正在计算国运回馈倍率。竟然触发了全新物种计算。根据蓝星已知信息，蛮荒物资从垃圾 F 级到传说 B 级，一共分为5个评级，评级越高，返还物资倍数越低。恭喜大夏国开拓者张宇触发稀有物资暴击奖励，本次返还倍率1万倍，该物资将直接投放至大夏国官方备用冷库。 1万倍！恭喜开拓者张宇首次上传冰银茱萸，获得特殊奖励生存盲盒，请选择您要空投的盲盒等级。居然还触发了特殊奖励，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估计会选稳妥的普通级或稀有级。但我有挂呀，怕什么？我选传说级盲盒。传说级生存盲盒已投放，坐标已同步至宿主系统。恭喜开拓者张宇，排名已杀入大夏国前100名。太好了，排名越靠前的开拓者，国家对其家人的待遇就越好。只要我努力往前冲，我妹妹的眼疾就能得到特殊资源救治。恭喜开拓者进入大夏国前100名，若次月仍留在榜单，将奖励初级健体液1瓶，可增强综合体质。果然，排名越靠前，额外奖励就越好。等到3个月后，我就能进入幸存者总榜，那里包含之前所有幸存的开拓者，排名奖励也会更加丰厚。一切正常，体温也稳住了，还不错。不仅物资储备大幅提高，还拥有了一个生存盲盒。唉，这下安心多了，至少不用担心被冻死或者饿死了。我选生存。已为宿主锁定传说级生存盲盒，精准坐标，导航箭头已同步至视网膜。太好了，家人们上午好，今天我准备去找投放的物资。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你们放心。他竟然要在永动开源找绝命空投，大神他是疯了吗？这种天气出去就是找死啊！小伙子，不要执着于奖励，尽力而为就好，安全第一。2条鱼就让你自寻死路？大夏国的开拓者都这么狂妄自大吗？又是你这个樱花国的，又来恶心人了！快到！恭喜大夏国开拓者张宇获得传说级便携式极地雪地车。我去，
竟然是这么牛掰的代步工具，尤其是这个可以伸缩的货架，完全能让我解放双手。哈哈，太爽了！我也想要这么帅的车，现在报名当开拓者还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不过你首先要作为开拓者，落在有洞台园，再找到稀有物资上传，最后选传说级盲盒，才有可能得到。半个小时就到了，直接省了我好几个小时的路程。今天不管我钓多少鱼，都能全部带走了。这些深坑还有脚印的深度和跨度，估计是一头成年血魔熊，没看到踪迹，估计是昨晚被鱼群的气味吸引来的。看来今天要多捞一些鱼了，至少保证这个地方废弃之前有充足的食物支撑我找到下一份生存物资。半个小时，3条肥硕的大黑鱼，但这些只能果腹，根本没有银鱼那种提升抗寒能力的效果。昨晚在渔场里看到的黑色鳞片，难道这黑鱼是银鱼的主要食物？是我太心急了，还好没跑。7条银鱼，大概40斤重，够了。高等文明的造物也太神奇了。哎，今天必须犒劳一下自己。这也太香了吧！宿主抗寒能力已提升至20%，可继续通过食用冰银助于叠加提升。竟然还能叠加提升，这冰原的气温说变就变，只要我的抗寒能力一直增强，活下去的几率就会越来越高。今日物资上传结算还有5分钟。按理说，今天大丰收应该多上传一些，无论是国运奖励还是对我的家人都会更好。但是血魔熊的活动规律尚不清楚，短时间内不能再去冰湖。未来几天暴风雪也会持续，根本无法外出。这些鱼或许是我未来一段时间的全部口粮，不能全上传。上传物资还是维持生存，本就是开拓者要平衡的取舍。可排名上升的奖励也同样诱人，前3个月排行榜前10的开拓者都能获得极大的好处，而不在排行榜的开拓者大多会被蛮荒淘汰。确认上传今日物资。大夏国开拓者张宇上传烤冰银助于成品1条，大夏国同步获得抗寒烤鱼100条，食用后可提升人体抗寒能力。恭喜开拓者张宇排名进入大夏国前50名，4月依旧留在榜单，可奖励初级剑体液5瓶。42名，等我拿到了剑体液，就能猎杀魔兽了，这样我的生存几率就能大幅提高。不好，不能留火光，会暴露位置。来就来，我奉陪到底。他走了，不对，他去的方向是我昨天丢弃鱼内脏的地方，他是被血腥味引走的。妈的，如果昨天把内脏埋在洞口附近，现在的我恐怕已经成了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蛮荒求生第3日结算开启，昨日全球快拓者死亡人数更新4000人，仅仅1个晚上，就有4000名快拓者永远消失在了蛮荒世界。我选危机，已为宿主解锁危机预警特殊视野，未来5天内，宿主可看见未来1周内所有生物留下的行动踪迹、信息素标记。竟然是实时生效的信息素标记视野，不过这对我而言完全够用了。一阶血魔狼已于今日凌晨将宿主标记为狩猎目标。该死，血魔狼是蛮荒寒冷地带最常见的群居掠食魔兽，比蓝星的野狼狡猾100倍。一旦被这群东西盯上，不死也得脱层皮。可我现在连趁手的武器都没有，根本没办法和狼群正面搏斗。这地方确实不能继续待。警告：宿主当前临时庇护所突发抵御即将到来的特大雪灾，唯一生机区域已同布置宿主视网膜东北方坐标，请立即前往。不能等了，现在就走。卧槽，这么多全是银星级食物，我没睡醒吧？大神，这是要干什么去？这天气出门太危险了。东西已识别目标踪迹信息，一阶台原巨型雪鼠已于3天前进入深度冬眠状态，无主动攻击性。正好，想吃口热乎肉了。大神小心，别看这东西是鼠类，性情极度凶残，它的咬合力能轻易咬断成年人的手指，就连血魔狼都不敢轻易招惹。卧槽，这么凶，大神别冲动啊，小心点，别被偷袭了。解决了，好家伙，真沉，至少有20斤，够吃好几天了。
还有意外收获！我操，这可是冰蓝夹果，在极寒地区，这种可食用的新鲜果实比黄金还要珍贵。它含有极高浓度的维生素和能量，一颗就能补足极寒环境下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大神这运气简直了，出门就捡宝啊！这波血赚，不仅有肉，还有新鲜水果。别说直播间了，就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运气这么好。毕竟，不是每只巨型血鼠都能有这么多存货，这也侧面说明危机情报对我有多重要。继续出发。族长，这是大夏国开拓者张宇的最新近况汇报。他目前身处 S 级永冻冰原禁区，已成功获取稀有冰鳞茱萸、传说级极地雪地车，刚刚又斩获一阶台原巨型雪鼠与极罕见的冰蓝夹果，生存能力远超同期开拓者。情况我了解了，传令下去，将开拓者张宇升级为种子级开拓者，纳入最高优先级保障序列。是，属下立刻执行。女儿有出息了，我们也跟着沾光了。只要雨儿在里面平平安安的，就比什么都强。开拓者张宇家属已同步纳入种子级开拓者家属保障体系，安置于京城核心圈 A 级安置区，发放基础保障物资与专项奖金。天启者评估预案已同步启动。族长，天启者评估预案已完成前置审批，随时可以启动。您应该清楚，天启者在各国的每批开拓者中只有1个名额。我当然清楚，这是高等文明留下的特殊规则，对蛮荒求生的下个阶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名额我们压在张宇身上，预案立刻启动。是，属下马上执行。不可思议，短短半天的路程，我至少发现了20处资源窝点。只要能找到一个安全的据点，度过即将到来的白灾，这里就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库。赶了一天的路，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庇护所。今天我不打算上交物资，这些食物就是我的生命线。深夜出行不划算，我也急需休息恢复体力。我选环境。已为宿主加载周边10公里3D 全息地形图，范围已同步载具加持扩大。10公里，比上次大了1倍还多。地图上多了庇护所标识，已锁定目标庇护所，正在为您弹出对应详情。左侧5公里，天然冰窟庇护所，可临时抵御风雪，无持续热源；右侧15公里，地热能溶洞，洞内恒温5摄氏度，结构稳定，无大型魔兽栖息痕迹，可完全抵御白灾。就选热能溶洞，白灾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热能溶洞能为我节省极大的热量消耗。出发！大神终于开播了，等了1晚上了。我刚看了全球榜单，大神目前物资储备量能排进全球前10。我靠，真的假的？他可是在 S 级冰原禁区啊！警告宿主，距离热能溶洞还有12公里，紧急预警！5小时后，特大雪灾将全面爆发。当前环境气温零下50摄氏度。什么？只剩5小时？我的体能已经撑不住这样的狂风阻力了。我操！连吃3条银星级烤鱼，饱食度都超上限了吧？他疯了吗？那可是银星级资源啊，一条就能换几百套房，这是不过了吗？恭喜大夏国开拓者张宇食用足量银星级抗寒食物，永久解锁终极抗寒能力。给我动起来！我操！白灾迹象化了，他在追着我来的！快跑！快跑啊，章鱼！白灾追上来了！快，再快点！千万别被追上！紧急警报！白遭已进入降临倒计时，10、9、8、7。地热是热能溶洞的地热，再加把劲儿就快到了！完了，全完了！族长，上月灯塔国遭遇 B 级沙暴，3名特种兵王开拓者直接尸骨无存。可张宇面对的是比沙暴残酷100倍的 S 级白灾，根据数据计算，他的生存几率基本为0。张宇不会有事的，他刚解锁了终极抗寒体质，还有希望，他一定能冲进去。还有400米，不好！终于活下来了！我操，活下来了！他真的冲进去了！神了，这简直是神迹！我刚才心脏都快停了。这就是我们大夏的开拓者，太牛了！我操！我刚刚都不敢看直播，大神竟然真的活下来了，泪目了，兄弟们！我们大夏的开拓者活下来了，不过是一场稍微大点的暴风雪，大夏人真是没见过世面，就是运气好而已，有什么好激动的？放什么屁！这是 S 级白灾，你们国家的开拓者连冰原都活不下去，有脸在这叫？受不了了！谁赞助我一个机票钱，老子过去把这群嘴硬的东西带走，滚回你们自己的直播间去，这里不欢迎你们！这下彻底安全了，不愧是系统评级的 S 级新家，目测面积超过了500平米，穹顶挑高有10几米，就是地面上到处是散落的碎石和凸起的岩块，有些难以落脚。先把这里收拾出来。
我的天，这身手也太利落了！他刚从死亡白载里冲出来，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体能，难怪他能在 S 级冰原禁区活下来，这实力太恐怖了！哇塞，这个大夏人核心力量太强了，在乱石堆里如履平地，简直像是一头雪豹。这就惊了，那是你们没见过大神开车的时候。众所周知，大神是大夏第一快男，没错，开车快，凿冰快，刨冰也快。这群家伙今天依旧没上传任何物资，果然掉出前一百。没想到我的饱食度已经达到300点上限了。这么说，未来只有食用魔兽肉或者更高品质的食物，才能继续增强体质了。什么味道？开启危机视野。已识别目标生物2级暗窟魔符，目前处于深度眠状态，无主动攻击性。这种魔符的粪便既能制作消食药剂，也能制造炸药。可我现在没有趁手的武器，一旦动手，这里沉睡的蝙蝠群必然会被惊醒。面对这种会飞的魔兽群，我只有被吸成干尸这一条路。连把像样的武器都没有，我真是太穷了。先不招惹他们，休整为主。一夜休整，体能已经恢复至巅峰了。既然已经安顿下来，我当务之急是搞清楚自家地下室的全貌。于是我根据已经更新的情报系统，选择了我选环境，找出口或隐藏资源。地下30公里全息地图已加载，发现世界新秘文明遗迹，地下25公里处残破风雪神庙，可获超自然能力。这是什么？超自然能力。进入蛮荒初期，开拓者都只能靠肉体硬抗恶劣环境，长期生存下来，就能不断进化体质，成为真正的蛮荒猎人。这超自然能力，我之前的确从没听说过。目前已知的幸存者总榜前10的开拓者，力量已经达到3阶魔兽的程度。这地方必须去看看。不过去之前得先干饭。就你了。卧槽，一看就有福啊！卧槽，大神又要做饭了，这可是搬进新庇护所的第一餐，必须是硬菜。香啊！绝了！大神，求求你做个人吧！这是人能想出来的吃法吗？我们还在啃树皮啊！我在家啃泡面，你在 S 级冰原吃烤肉蘸酱，太过分了！我在海岛快渴死了，他在冰原享受生活。蓝星第8批开拓者里，有人为了一口食物奔波求生，有人为了一个稳固的庇护所拼死忙碌。可张宇这个身处 S 级永动台原的快拓者，竟然已经开始享受生活了。这或许就是一处顶级庇护所带来的底气吧。各位领导，以上是蛮荒开启前9日全球种子级开拓者的生存现状汇报。赵铁柱在 B 级黑暗丛林中剧毒缠身，必须在3天内找到解药，否则性命难保。李青青因误饮污染水源，不幸染上痢疾，目前身体状态极差，生存概率持续走低。只有墓穴处境稍稳，但周边魔兽环伺，依旧急需稳固的庇护所。永动台原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是。这个臭小子，别人在蛮荒里忍饥挨饿，拼死求生，他倒好，过得逍遥自在。这小子是真有本事，绝境里还能把日子过成这样，不简单。没错，不仅在 S 级冰原找到了顶级庇护所，还挖出了传说级极地雪地车，是个很有潜力的好苗子。张宇现在的庇护所评级是多少？报告首长，他的庇护所系统评级为1级，全球评分位列第10名。各位领导，我建议将张宇列为第8批天启者候选人。是个好苗子，这点毋庸置疑。但天启者一事事关整个大夏国的国运，此事体大，再观察几日，看看他后续的表现。是。这雪鼠的油脂是好东西，先把肉条风干，能存更久。好了，这油脂用处可多了，既能当食用油，也能做防冻涂层，还能当照明燃料。动物油脂的高效利用，本就是绝地求生的必考题。这点上，我的实战与理论都接近。先把皮毛处理干净，能做个防寒护具。处理干净了，能用。好家伙，这硬度够可以的。这2颗门牙的弯曲度正好，打磨一下就是天然的倒刺鱼钩。有了这工具，以后捕鱼效率肯定能大增。
恭喜宿主获得普通鼠肉干5斤，恭喜宿主获得普通银双柔鼠皮1张，恭喜宿主获得普通硬质鼠牙2只。都收拾妥当了，该出发了。既然是系统推荐的遗迹，那我就去探探路。这溶洞庇护所终究不算顶级，或许下方藏着更有价值的收获。走，去看看。什么味道？暗器混着腐肉发酵的恶臭，不对劲。警告！宿主前方区域极度危险。这些家伙体型比蓝星的蝙蝠还大上一圈，即便在沉睡，这凶虐气息也令人心惊。若不是情报系统确认他们在冬眠，给我100个胆子也不敢踏进一步。没趁手的武器，对付2阶魔符纯属送死。先绕路走，别惊动这群东西。幸好大神没进去，那绝对是2阶魔兽。怎么突然黑了？大神别出事啊，千万别有事！地势突然降得这么快，离遗迹应该不远了。现在光线彻底没了，只能全靠环境情报走。好热，气温居然直接攀升到40摄氏度了，喉咙都快冒烟了。奇怪，不是风雪神庙吗？地底深处怎么会这么热？什么鬼？都到这儿了，不能放弃。即便早已化为枯骨，这股混杂着虔诚与恐惧的诡异气息，居然还散不去。我操，那是人骨！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快看墙壁，那里有光！怎么回事？画面怎么黑了？信号断了！大神，张宇，你千万别出事啊！这壁画是活的，我甚至认出了，这里面夹杂着热能溶洞里常见的幽蓝温台。坏了，钻入脑海。祭见神明，为何不跪？有位古老而强大的存在，正在透过壁画注视着我，与我对话。是跪下，还是五体投地？触怒他，我会不会立刻丧命？系统，快救我！检测到宿主遭遇未知高级文明精神侵蚀，生命体征急速下降。请问宿主是否透支未来3日的情报点数进行未知文明解析？同意，立刻解析。解析完成，目标为残缺的风霜女神残魂。核心规则判定，风霜女神厌恶软骨头，面对威压不屈膝者，可获得对应次数的传承奖励。还好我有终极抗寒体质，才能勉强撑住。但这精神折磨才是真的难熬。跪下，贱奴！跪下才有活路！跪下！新的大夏磅礴！恭喜宿主通过风霜女神意志试炼，已解锁风霜女神传承序列，序列1灵动逝者，特性无视风霜，极寒环境下全获得30%神性增次。序列晋升所需祭品：1阶冰银柱鱼、冰心莲或2阶血魔熊完整肝脏。这试炼后续难度不低啊！风霜姐，让我去狩猎2阶魔兽，你是认真的吗？检测到风霜女神对试炼者的专属奖赏——灵冬神液，饮用后将大幅改凡人之躯，永久大幅提高抗寒能力，同步强化基础身体属性。
太强了，身体前所未有的强健，连力量和活力都显著增强了。蓝星通告：大夏国第8批开拓者张宇触发并完成神明试炼，推动蛮荒世界全球探索进程。蛮荒求生第1阶段试炼生存正式结束，第2阶段天启之争即将开启。我操！高等文明全球通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1次吧？大夏国张宇，我的天，大神的名字响彻全球了，这是什么牌面啊？蛮荒第1阶段竟然因为他结束了，这太疯狂了！族长，他不仅在 S 级冰原活下来了，还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更没想到，别人几天几夜都出不来的遗迹，他10分钟就通关了，还直接触发了高等文明的全球通告。探星组长，立刻带齐张宇的全部资料，召开最高级别紧急会议。是，属下立刻到。各国元首都已经收到了高等文明发来的天启之争完整规则。20天后，蛮荒求生第2阶段天启之争正式开启。每个国家必须确定1名天启者，只要天启者活着，所属国家就能收获2项核心权限。这完全是颠覆性的规则，蛮荒求生的逻辑彻底变了。没错，逻辑彻底变了，不再是单兵求生，而是基地建设。目前，我们大夏国第8批开拓者只剩3位幸存者，天启者的人选必须慎之又慎。排行榜奖励全刷新了，传说级霸王弓，还有全国自然环境提升。排行榜第2名奖励传说级泰坦战甲，第3名奖励多功能便携全地形车，4到10名奖励良品级扩容背包，高阶治疗药剂，第100名基础奖励较此前翻升10倍。好家伙，这奖励力度我是真动心了。蛮荒里远程武器不难做，可根本打不穿魔兽的皮甲。有了这把传说级霸王弓，我才算真正有了自保之力。能白再过这前景，我得试试正义者。突然这么饿，我知道了，是刚获得高级抗寒能力，身体正在进化，需要大量的能量补充。怎么回事？怎么吃都填不饱。有趣的小家伙。我睡了多久？我操！居然过去了3天！我的肉干呢？怎么全没了？不对啊，睡前明明只吃了半包，怎么整整1背包的肉干全没了？今日情报已刷新，我先不急，请宿主选择情报方向。没想到睡了一觉，居然直接解锁了高级抗寒体质。现在的我，如果回到刚落地的第1天，哪怕没有羽绒服，也能在暴风雪里轻松撑住。哪怕是在白灾里，我也可以轻松撑1个小时左右。第8批凯托者里，应该没人比我更耐冻了吧？我真是一个抗寒奇才。不对啊，据我所知，所有的高等文明标签，比如幸存者榜首、捕猎达人，全都是金灿灿的正面标签吧？黑色标签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像是诅咒之类的负面 buff。算了，有比没有强。既然身体没异样，那就先供着这位风霜景。比起这标签，更让我头疼的是排名。3天没上传物资，我居然从前100直接掉到了3000名开外，离谱！这帮人是把蛮荒当自家后花园了吗？反观我自己，都比脸都干净。鱼就剩2条，肉干全没了，剩下那点冰蓝骨还不够塞牙缝的。饱食度上限涨到500是好事，可这1小时掉10点的速度，谁顶得住啊？唉，系统，救救孩子吧！现在我被白灾堵门不能出去，也不想跟那群2阶魔蝠玩命，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情报系统上了。于是我不再犹豫，选择了今日生存类情报已加载完成。宿主所在洞穴内藏有稀有级生存盲盒，埋藏位置坐标点地下 1.3米处。生存盲盒，之前那个传说级盲盒直接开出了雪地车，那可是让我直接逆天改命的宝贝啊！这次虽然是稀有级的蓝色盲盒，但在这鸟不拉屎的地下溶洞里，这绝对是雪中送炭。发了，这次真的发了，而且就在溶洞里，根本不用出门。这次虽然是稀有级的蓝色盲盒，但在这鸟不拉屎的地下溶洞里，这绝对是雪中送炭。发了，这次真的发了，而且就在溶洞里，根本不用出门。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可爱选了盲盒情报没开出来，最后便宜我了。不是，目的地居然在2阶暗窟魔符的巢穴深处。3天了，大神还没醒啊？到底怎么回事？万人血书求开播，大神千万别出事啊！不会真的在遗迹里出意外了吧？信号断了3天了。张宇当前经历的是高等文明高强度试炼，大概率是能量透支正在休整，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待即可。人气高又怎么样？排名都掉到3000名之外了，徒有流量罢了。没错，连物资都不敢上传，根本不配当开拓者。大夏国没人了吗？我看就是在遗迹里出事了，说不定早就死了，也就你们大夏人还在等。有声音了，信号回来了，大神，是大神回来了。有声音了，信号回来了，大神，是大神回来了。失踪大神回归，我就知道大神没事，活的，是活的大神。我操，大神是开美颜了吗？皮肤白得像玉一样，这才3天不见，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也太帅了吧！我的上帝，这就是完成了神明试炼的人吗？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打算再探探那处蝙蝠洞，身躯也比之前紧实了不少，每一寸肌肉都蓄满了爆发力。
这便是神明试炼的馈赠吗？这盲盒应该是某个倒霉开拓者的遗物，多半是运气不好，被外出狩猎的暗窟魔符顺爪带回了老巢。左侧岩壁太陡，容易滑落发出声音，惊动魔群，行不通。中间是厚厚的粪便泥潭，踩上去直接会陷进去，不仅会发出声响，还会彻底暴露行踪，更行不通。唯一可行的只有右侧紧贴岩壁的骨骼堆积区，幸好有环境情报辅助，才能在这脏乱差的绝境里找到。大神这是要干嘛？2阶魔符进去就是死啊！检测到稀有级生存盲盒，就在当前位置地下1.3米处。这些都是上好的资源，是肥料，忍忍就好。若非有这群2阶魔兽的威胁，这里倒也算个大型资源点。就是这气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大神这是在干嘛？挖粪呢？这鬼地方能有什么宝贝？我打赌不可能有好东西。大夏的凯拓者疯了吗？在魔符巢穴里挖泥巴。恭喜宿主获得稀有级生存盲盒。想来这群魔符到现在都还没察觉自己的老巢被人光顾了。我操！真挖出宝贝了！这操作也太丝滑了！进魔方老巢偷家，全程没惊动一只蝙蝠。发生了什么？我刚进来怎么就掏了个盲盒出来？没看清全程动作啊！可算把这股味冲掉了，差点给我熏晕过去。稀有级盲盒里通常都是进阶生存装备，比如御寒衣物、高级工具或是特效药品，而且高等文明出品向来靠谱。开箱！来了来了，稀有级盲盒，看看能开出什么好东西！求个武器，求个远程武器！就一件衣服啊！装备材质：蛮荒2阶稀有变色龙兽皮与极地光纤丝线混拼而成。原来是件迷彩隐身衣，好家伙，这可是好东西！我操，真隐身了！我操，人呢？大神人去哪儿了 ？WCT 人呢？人去哪里了？这是什么技术？坏了，家人们，竟然真的有这种技术！隐身了，真的隐身了！这是什么神仙装备啊？光学、迷彩还是极地款的？进魔府巢穴跟逛自家后花园一样啊！我的上帝，这怎么可能？稀有级盲盒能开出这种级别的装备，绝了！这件斗篷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有了这件宝贝，别说2阶魔符，就算是白仔里出去狩猎，都有了十足的底气。之前掉下去的排名也该往回冲一冲了。我操，人呢？人怎么没了？这是什么神仙技术？真就凭空消失了！坏了，家人们，竟然真的有隐身人！我的上帝，这根本不是稀有级装备该有的效果！绝了，这斗篷是真的离谱！站立不动时视觉隐身率能达到99%，只要不触碰物体就完全不会暴露。移动时可以折射光线，大幅降低存在感，还能屏蔽生物热源与气味追踪，连脚步声都能彻底消弭，妥妥的蛮荒小神器了。这种属性的装备，就算在稀有级盲盒里，也是万里挑一的罕见货。只能说我这次运气确实不错。斗篷再好，也填不饱肚子啊！蛮荒前3天，我就是在雪洞里这样苟过来的。如今环境好了太多，至少不必再忍受刺骨的严寒，不用再担心一觉醒来被冻成冰雕。食物储备彻底搞清了。更让我在意的是风霜女神的注视，这个黑色标签带来的持续影响。好在我的预感告诉我，这种影响快要结束了。引爆点已经攒够烈时，就能凭着我的高级抗寒能力彻底走出这个溶洞，出去狩猎囤货，把掉下去的排名彻底冲回来。这是哪里？怎么会这么冷？我的抗寒能力竟然完全失效了，好冷，连灵魂都像是要被冻裂了。那是风霜女神吗？好强的力量，我渴望这种力量，哪怕灵魂撕裂，我要靠近她。该走了。什么？竟然是稀有能力！恭喜开拓者获得稀有能力。神之凝视，你承受住神明的注视，你的精神抗性大幅提升，黑色负面影响已移除。还有我的头不疼了。自从被风霜女神注视后，我就一直精神紧绷，脑子里像绷着一根弦。可现在，那种萎靡沉重感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我的感官竟然敏锐到了这种地步。整个世界在我眼中都像是被彻底擦亮了一样，连溶洞岩壁上最细微的纹路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得赶紧看看这个能力的具体效果。稀有级
神之凝视开启后，周围事物运动速度在你眼中将放慢90%，且此刻的你能洞悉生物的弱点死线。这不是传说中的子弹时间吗？蛮荒世界容错率极低，生与死往往就在0.1秒之间。有了它，我面对速度迅猛的魔兽，终于有了真正反抗的资本。那就试试看吧。凝视，我甚至能清晰看见水珠表面映照出了自己的轮廓，还有水珠在空中因重力产生的细微形变。成功了，不过我也很快摸清了这能力的代价与限制。其一，它只加快我的思维速度，想要真正逆天改命，仍需依赖身体持续变强。其二，持续时间仅约2秒，等于饱食度。方才接近100点的饱食度，竟被直接清空了。这种底牌技能，我一点也不贪心。多谢风霜姐啊！本级情报点13.1级，白灾已减弱为 B 级，能见度已经恢复。当前气温零下50摄氏度。我这一觉竟睡了整整3天。原来那场梦境不只是试炼，更是一次漫长的能力孵化。白灾减弱，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以我目前的高级抗寒能力，足以长时间在外活动狩猎了。而且睡觉时饱食度消耗缓慢，不然我恐怕撑不到现在。果然，变强的代价巨大。此刻极度饥饿的感觉再次袭来，我急需补充大量食物。但值得庆幸的是，神之凝视能通过反复使用提升熟练度，未来还有进化空间。外界的风声比之前小了太多，是时候出去了。大神终于醒了，要不还是穿迷彩斗篷偷蝙蝠吧？楼上疯了，那可是一群2阶魔兽，这就是推进新版本的张宇吗？怎么瘦的皮包骨了？灯塔伯约翰都快杀穿平原了。暮雪女神也建起采矿基地了，她还在这挖冰，看样子是断粮了才被迫出来搏命。这环境出去也是死。高级抗寒立刻生效了，此刻只觉得微凉，宛若秋日穿着单衣站在风口，完全在承受范围内。减弱后的白灾不过如不能贸然出去，先稳一手。系统数据加载，开启危机情报。被风雪抹去的信息素和掩盖的足迹，此刻全被系统回溯打上了高亮标记。时隔多日，危机情报终于重新生效了。出发！饥饿感赋予我无穷的动力。这些天的隐忍与煎熬，在此刻尽数化作狩猎的渴望。老张家的男人一旦出去狩猎，就绝不会空手而归。我操！刚刚闪过去的是什么？一阶台原巨型雪兔刚刚在此处觅食。这蛮荒的雪兔跟冬眠的老鼠可不一样，蛮荒雪兔抗冻能力极强，而且听觉极其敏锐。要是以前我骑车追到断腿，也摸不着它一根毛，但现在嘛，我让你见识下什么叫装备党。我操，人呢？这就是传说级的装备，效果有点变态了吧？就是现在！好东西就该是我的。差不多熟了。好吃，太好吃了！我去，这吃相也太猛了吧！这兔子20斤重，除去骨头内脏，至少10斤肉，它不会要全吃完吧？我的上帝，它的胃是无底洞吗？现在还有不少猎物在冬眠呢，正是狩猎的好时候。而且一只兔子根本不够吃。之前用危机情报，我还锁定了个淡红色的魔兽轨迹。这冰原雷击兽我非常了解，
这家伙性子凶得很，不仅嘴硬得像钢铁，还荤素不忌，啥都吃。人送外号雪地小恐龙。这要是啄食了，我手骨头都得被啄穿。对于雷击兽而言，睡梦中的啄反行为已刻在千百万年的基因里，是一种生物本能，是在蛮荒立足的看家本领。主要是速度太快了，快到直播间的观众只看到一道残影。我操，这击成精了！大神吗？大神完了！我连他羽毛上的纹路、嘴尖的电光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他脖子那儿的致命弱点。跟我比速度，下辈子吧。该说不说，神之凝视是真好用。一开这技能，我就有种啥都能掌控的感觉。不过我也清楚，现在也就只能欺负这种弱鸡。真遇上大型魔兽，该跑还得跑。但就算这样，我也挺开心的。要知道，冰原雷击兽可是有雪地小恐龙的名号，以前不少开塔者都被他啄死过。要不是我装备好，技能强，真在雪地里跟他1对1。谁捏谁脖子还不一定呢，说不定壁缝里还有鸡蛋之类的战利品。什么都没有，继续探索。有危机情报帮着找魔兽踪迹，再加上迷彩斗篷能隐身，以前让人怕得要死的死亡禁区，现在成了我的自助餐厅。左转200米有雪鼠窝，下车穿斗篷隐身，挥铲子爆头，整套动作一气呵成，不到2分钟就搞定。主打就是一个有节奏。竟然还有浆果，简直是意外之喜啊！搞定，走人。这也太赖了吧！传说级载具就是不一样，有这车况都能多挖2吨。大神咋找着这么多猎物呢？我咋看不见你？能看见你就是凯托者了。直播间的人气也慢慢涨回10几万了。收工回家。3只巨型雪兔。2只台原雪鼠，1只冰原雷击兽，还有18颗冰蓝浆果，2枚冰针果，这一堆东西，随便哪个开拓者见了都得眼红。尤其是那只冰原雷击兽，长得肥，全身都是宝。今日物资上传结算倒计时还有5分钟，我都快忘了上传物资这事儿了。雷击兽和浆果留着自己吃，补体能和微量元素。雪鼠肉熬油当燃料，那3只兔子就上传吧。上传。大夏国凯托者张宇上传物资，完整的1阶巨型雪兔3只。大夏国获得资源，雪兔3万只。大神牛逼，一出手就是3万只兔子，不愧是大神！我操，大神今天上传的物资量竟然冲进了单日排行榜第10名！要知道他可是在永动台原啊！别人要么在温热岛屿，要么在热带雨林肥沃平原，他这物资的含金量完全不一样。当前个人总排名 No 4108，才进前5000，我还以为今天这波能冲前1000呢。不过我也明白，能来蛮荒当凯托者的全是高手。现在蛮荒到了天启之争前的疯狂期，各国凯托者为了抢天启者名额和榜单奖励，都杀红了眼。有人饿着肚子也上传物资，有人拼命跟魔兽搏命，甚至有小博选手因为上传太多食物，自己体力不支死在了这儿。真是太卷了。我起步晚，中间还睡了好几天，落后很正常。但现在我有车有装备有技能，还有点小挂，按这进度，杀进前10绝对有戏。今天就探索了周围一小小地方，明天扩大范围，再更新下环境情报。还有些视野盲区没看呢。可我压根顾不上这寒气，这货连爪子算上1.2米长，跟蓝星家禽完全不一样，死了一身幽蓝羽毛，还泛着金属冷光，摸起来硬得像铁。这可是宝库，一根毛都不能浪费。费了半天劲，才完整剔下12根最长最硬的灵羽。我记得蛮荒禽类材料大典里说，这是做破甲剑士的最佳材料，也能当飞镖使。接着又摸出个雷击会，这玩意硬度堪比钻石，还带破防属性。可惜是别人传过的材料，上传换不到生存盲盒，留着磨成武器尖端，正好搭配之前的高密度鼠骨做剑士，威力绝对够劲，就是还差把弓。这肉质是少见的紫红色纹理，而且出肉率极高，足足20斤精肉，够我吃好几天了。白哉减弱了，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囤货，还剩13点情报点，直接选 B 项环境情报。
在溶洞西北方3公里的低洼处，一片翠绿光点亮了起来，是冰蓝浆果丛林，还到了成熟期。这不就是送上门的资源点吗？天天吃肉缺维生素，这点果株正好补，说不定能实现水果自由。今天我可比昨天从容多了，甚至有点嚣张。靠着危机情报视野，红红绿绿的轨迹看得一清二楚，跟开了上帝视角似的。右前方是血魔熊的轨迹，先绕着走。前面蛋黄轨迹是雪兔。谁说永动台原穷，只是没找对地方罢了。看着平平无奇的低洼雪地，在我视野里却满是黄绿红紫的轨迹。仔细一看，大多是20天前白灾前的旧踪迹，只有血魔狼的踪迹是3小时前的。确定这里只是暂时安全，速战速决。挖了2米深，终于听到了空腔。只见积雪盖在低矮的灌木丛上，枯枝间挂满了晶莹的蓝色浆果，个头大得离谱，有的竟跟拳头一般大。紫色浓汁流了一手，甜香味直往鼻子里钻，居然是良品级。积雪下反倒能长得这么好，蛮荒的作物真神奇。果肉饱满，汁水够足，保湿度也一个劲儿的往上涨。我日，这不发财了吗 ？WC， 这哪里是浆果，这分明是苹果吧？西吧，我们大寒最需要水果了，建议张宇来我们这儿。必须把这些果子都搬回去，不然今晚都睡不着。这地方是3米深的塌陷深坑，直接扔上去会摔坏，来回爬又费体力。利用地形雪国图找到一处合适的位置，叮当几声，10分钟就挖出了一条1米宽、坡度平缓的。这样简易的运输冰梯就完成了。这一颗好像有点小，算了，不要了。时间宝贵，得捡好的来。别扔了，那个给我呀，我不嫌小。凡尔赛，赤裸裸的凡尔赛。大神，你变了，之前你是怎么吃坚果的？10碗都舔了3遍啊！20分钟就装满了，沉甸甸的起码120斤。这些浆果每一颗都蕴着丰富的元素和水分，还有促进人体进化的能力。先送回去再折返。最后一趟了，大概搬了500多斤，丛林里还剩下数千斤，实在是带不动了。而且天色也不早了，血魔狼的威胁还在。我的妈呀，这得多好吃啊！我是来看求生的吗？我是来看吃播的吧？不是吧？这么奢华的吗？说好的3天饿9顿的呢？满心满眼都是锅里炖的酥烂脱骨的肉，鸡肉的鲜，油脂的香，浆果的甜在嘴里炸开，还有一股热流滑进喉咙，饱食度上限加50%，摄入微量元素与高能维生素，体质小幅增强，太爽了！这就是越吃越强的感觉吗？可惜比之前的冰银茱萸差了点。等有空，我还得再去冰湖找找。该结算物资了，今日物资上传结算倒计时还有5分钟。上传。正在检测物资。华夏开拓者张宇上传物资：冰蓝浆果300斤。大夏国获得资源冰蓝浆果300万。前10，我操，进前10了！昨天还4000名开外，今天直接杀进决赛圈，300万斤，这得多少果子呀？这奖励可以啊！良品级多功能战术背包，还有2瓶高级健体液。这战术背包是蛮荒小神器，用特殊金属折叠技术做的，外观就普通登山包大小，内里却有200升容量，而且还带隔温层，能延长食物保鲜期，出远门带着特别方便。喝1瓶就能达到1阶魔兽的身体素质。第一还是约翰，基本维持日均上传1只大型猎物的进度。他似乎居住在一处鱼类资源富饶的地方，每天靠赶海就能轻松维持。第二、第三的是白毛国的亿万，凭借反杀一头重伤残疾的2阶魔兽，获得数百斤肉食。看这样子，大家是打算全上传，等获得奖励再发育的节奏。这让我不得不感慨，他们出生点都太好，还好我有挂，不然在这蛮荒世界连活着都费劲。现在找到资源点，气温也在回升，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同批的种子级开拓者都熬过危险期了。就是那个赵铁柱上传的全是虫卵毒囊之类的，这玩意儿能吃吗？
饿疯了或许行，但跟肉比差远了，妥妥的大丰收啊！这才是大佬应有的面板吧？之前空空荡荡的像什么样子？麻烦来了。好在狼群没像上次那样堵门。还是得把那几千斤的浆果都带回来。昨晚他们只是路过巡视领地，还好只是路过，但也不敢大意。这片地盘我还没到能称王称霸的地步，绝不能放松。一切顺利。原本隐蔽的地下丛林入口，此刻一片狼藉。我挖的那道冰梯被暴力刨开，周围雪地上还多了10几个大小深坑，显然是魔兽闻着果香，从各处打洞钻进去了。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血腥味。坏了，被摘桃子了！完了，全完了！大神被偷家了！没办法，这种资源点本就难霸占。原本挂满枝头的蓝色浆果，此刻失去了5、6成。灌木丛被肆意践踏，不少枝丫都断了，地上满是踩烂的果泥。败家子，一群败家子！这些果子要是全搬回去，够我吃到明年了。等我以后有空，非得把这圈起来。这是什么？茂密枝叶间竟挂着10几颗通体纯金，像黄金铸造成的果子，居然还有精血。这些果子应该是刚成熟的。兽群破坏力强，却不是采集者。这种长在犄角旮旯、位置又高的果实，反倒被保留了下来。不是吧？这也有意外收获？一看就是好东西，快摘了！不到1分钟就全收完了，还好来得早。这停在外面的雪地车被碰了。立刻屏住呼吸。什么时候来的？进来前我反复确认过，周围没有新鲜踪迹。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速度太快了。这是一阶顶级魔兽血魔狼，单独一只都和蓝星的孟加拉虎差不多大。而且这不是蓝星，有些魔兽还带着超能力，8成是雪地车暴露了我的踪迹。我这是被瓮中捉鳖了。可此刻我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僵在原地。